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我也是第一次接触的这个品牌 Zero Toys 出品的这一个假面骑士01当中的反派假面骑士亚克这一款我也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而且本来做1:6的这个假面骑士品牌非常少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品牌像 HT 或者是其他一些牌子，它的拿到的版权都是比较老的像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平成或者是比较新的假面骑士这一款，咱们今天就来瞧一瞧首先我们拿到这个主体的时候当然它的这个腰带都不在身上的，而且这个面罩头也是单独放在包装里面的，如果出厂的话它是这一个面雕它也是磁吸的，而且这次呢它是有一个点亮机构在眼睛这里，而且包装里面是有附赠电池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面雕这个面雕的话它没有什么细节涂装整个的样子就有点像拼装件直接给这个板材上剪下来没有什么过多的细节了。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罩头，面罩头的话比较可惜，可以看到当中有个点，发现了没有，有个小黑点，包括这里这边也有一个这边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额头这里的一个小黑点，我一开始以为是脏的但实际上它出厂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点，这让我看上去很不舒服这应该是一个漆面中奖，而且整个的这个漆面涂装都不是非常的均匀眼睛的这个透明件还算可以，里面是一个磁吸的点位去吸附上去。整体的涂装的话我感觉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意思然后咱们把头雕吸附上去面雕装上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整体的比例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然后整个的衣服都是一个胶衣不要看这一身感觉好像是布料但实际上都是胶，而且很黏，挺黏的，这个容易沾染这种灰毛发这种之类的。然后腰线这里的这个皮质我摸上去了以后质感是确实不错，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一块长时间的话真的应该会容易爆皮或者是裂开这一点的话看后期各位玩家是怎么去维护保养难度还是有一点的。整体的这个身材比例还是挺不错的，关节也是比较坚硬。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涂装感觉怎么样。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胸部涂装我觉得整体的这一个所有包括鞋子、小臂甲、肩甲跟胸甲跟背部的一些细节它没有非常精细这些感觉就是像拼装模型一样的一些东西给直接拆解下来然后装上细节是比较少，而且涂装的话可以看到它是比较明显的粗糙。现在的二级市场的价格在1200块钱左右，我觉得如果是放在远观或者放在手办柜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这个不经细看咱们再往上调一下，你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涂装包括肩部、背后这里，这黑色也涂的不是非常均匀，不亮。背部来看一下，包括这一块应该是挺明显的吧，这里还有一点出厂时候就有的一个瑕疵吧，我感觉这一款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然后看一下手臂这里的话还有一些对不对比较奇怪的一些小地方吧，我觉得还是瑕疵挺多的，包括手型上就像你剪板材的时候没剪干净水口没处理好。腿甲部分涂装的这个颗粒感
喷涂的颗粒感也是比较强，不是特别亮。鞋面啊，也是可以看到某些，比如说这里啊，这些地方水口都没有处理的非常到位，不经细看，但整体比例还行。螃蟹手也完全没有。然后这一块胸角部分，我看一下它是软胶还是硬胶啊？这一块还是硬胶哦。脖子这里，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有一点填充物在里面的，所以看上去稍微有点粗啊。可以看到整体的比例，脖子跟头的这个贴合度不是非常的好。再看一下顶部啊，头的这个背部，整体的做工的话，还是只能说一般吧。啊，但是1200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涂装应该可以更加好一点。啊，这个品牌我也是头一次接触啊，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其他产品啊是做的如何的。这个要熟悉的兄弟来看一下。缝线的话还是可以的，每个缝口啊都还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首先头雕的这个可动，来看一下上下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位置啊会印出来，你得好好塞一下放头的时候。下头下低头也没有问题，左右可以旋转比较紧，因为它这个脖子里面的东西太厚了啊，也有一点点的都可动，没什么问题。手臂可动，这两边里大臂甲这里是一个魔术贴啊。咱们首先看一下前倾吧，前倾有一点点啊，但是因为有胸甲的干涉，活动空间不是特别大。手臂抬举正常范围90度是可以的。啊，这里的话，这个折痕啊，也会有点流水，而且有点圆，没问题，关系还是非常紧的。手臂往前抬，咱们来看一下。啊，基础的这一个是没有问题，90度再往上可以。啊，但是不是回弹了，没毛病。往后也是接近90度。手肘部分来看一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折痕也会更加明显啊。用的材料我感觉虽然说摸上去挺厚的啊，这个胶衣还是有点厚，但不知道材料跟其他品牌比的话是怎么样啊？时间长会不会有些小问题？然后来看一下大臂旋转，空间也是有，没问题。手臂下方手掌的这个可动的话还行。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啊，这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虽然说是一个比较厚的胶衣啊，但摸上去这个素体应该是比较瘦的，这个胶衣非常厚。首先来看一下弯腰啊，我们纯用这个上半身的，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你还想往下弯，就是用的下方的这个躯干来，可以看到啊，下方的躯干是没问题的，90度都可以。我此时又掉了，往后也有一点弧度，左右没问题啊，但是幅度大的话会有点回弹，左右倾斜没毛病啊，中间还行。哎呀，打这个面带也行啊。好，然后看一下腿部的可动，首先劈叉，哎，里面是一个齿轮关节，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就已经回弹了。然后前踢，看一下，哎呀，这胶衣太厚了，前踢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后踢一点点，屈膝，我可能大腿旋转空间也有，但幅度一般。脚的一个可动，左右很紧，但是也有一点点，但是往前几乎是没有了，往后啊也是比较小。整体的脚部的可动，脚掌也不能再往上翻了，相对来说还是一般吧。整体的这可动只能说是及格，勉勉强强及格。而且你看一下，咱们刚刚去动了一些小弧度了以后啊，它身上这个折痕也太明显了，太明显了。OK， 主体我们就迅速的介绍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方面啊，都有这很难。
好了，兄弟们，首先我们当然也得看一下它的外包装。首先，外包装的封面呢，没有很大的特色啊，就是本次这个亚克的胸像吧，胸部的一个装甲的一个样子啊，然后右上角是我们品牌方啊，下方就是它的名称啊，没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啊。背部啊，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其他就没有什么特色了。然后我们来拆开。啊，一样，全新的话是一个原贴，咱们来给它打开。哦，里面是两盒两层的一个包装啊，咱们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些啥玩意儿。重量方面还挺重。首先打开我们可以看到是咱们的主体跟一个手型啊，在第一盒。来看一下第二盒。而第二盒的话就是地台武器，还有这个头雕啊，面罩头的一个外甲啊，这边应该是一个腰带的配件吧啊，然后这边是一个腰带，东西还行，不是很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重的说明书啊，还有块背景板，说明书在这儿，很薄，这背景板应该是不是纸做的啊，还是有点诚意哈，没有给你一个硬纸板。好了，外包装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本次配件啊都有些什么好玩的，然后做工究竟怎么样。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配件啊，首先说明书非常薄啊，咱们来瞧一瞧。撑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先是内容物的一个详细名称啊，然后就是一个脸部的替换啊，跟一个电池的点亮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海绵的这个填充啊，堆积的位置呢，你可以去用这个辅助器去给它塞一塞啊，这个头官方没说要把它拔出来呢，建议你就是要拔，就用它的方法就塞一塞就行了。然后这边它的武器也是有这个点亮的机构啊，这一点还不错，有一点点亮行可以看到它具体的一个点亮的一个方式，按照它的来操作然后这边手型的一个替换，腰带的一个安装手型对应的一个握持，没了，连可动它都没有展示啊，这你受得了吗？好，首先咱们来看一下经典时尚。因为这一个毕竟是没有版权啊，它这个对吧？大家都懂的，所以这一款官方叫做恶意骑士，给了一个金属的拖裆支架。然后这边还有两块小板啊，这个可以撕下来以后去安插这两个配件了。两个背景板上面全是这个痛怨怨念这种东西，做的还可以这两个当背景板也是不错的，这算有点诚意没有给你啥都没给你做的吧。好，然后来看一下手型，首先是一对握持手，手型咱们就不用细看了这个涂装的话呢，确实对吧？好，然后就是一对造型手。造型手它这个虽然说是软胶但是它挺厚的，很厚掰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然后一对握拳手这些地方开模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不容易扎手一共就给了这么几对，公数还是不是特别多。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武器首先这个公文包剑这是一个收纳的一个形态，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去掰开来，但这个非常紧掰开来，然后来看一下它的涂装这涂装的话呢只能说中规中矩也没说很差距，总归还行而且它给你一个可玩性你可以自己拿在手上。好，最后是这个两把展开以后的非常长塑料件，里面是有一个磁铁是用来点亮这个发光结构的一个塑料件。
2把2星。可以看到啊，这磁铁在这一个位置，所以它能虚后底。好，然后重头戏呢，就是当然它的这个腰带了。这个腰带，说实话啊，我也是觉得这个涂装，首先咱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红色的这个拖引零件就有点问题，很糊，看到吧？它不圆润，不光泽，就感觉这个，安装的时候啊，就是工厂的大妈或者老爷说，他的手啊有点脏，或者是去涂胶水的时候啊没有处理好啊，所以这个雾面就非常的明显，就感觉这个东西是被我摸过的，那脏了一样，而且完全擦不掉，真擦不掉，我尝试过了。然后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涂装啊，这个我拿下来，这个是我刚刚自己装上去的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涂装啊，哎呀，也是啊，很污浊啊，就感觉这个用胶水的时候没有用好，就完全是糊在上面的一样啊。再看一下背部也是，在灯光下打的这个光泽的话，就看上去更加难看了。然后看一下正面啊，它也有这里一个外翻结构，给它卡上去。再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细节这内部涂装也是，虽然说内构是给你涂出来了，但是还是稍微差点意思然后它也是有的顶端结构，刚刚说明书上有。然后你想穿戴在主体上，它这一个腰带扶起的这个部分是一个软胶，这里有2个卡扣，看到吧？是2个小卡扣，给它给拆开，但是很紧非常紧。哎呀，很难拔这边的话是有个螺丝完全固定的，是拿不掉的。这个咱们得使点劲而且要当心一点，不要硬拔不然把后面的给弄坏了，这可不好了。然后慢慢的就把3天，哎呀，我操，太紧了，这玩意实在是太紧了。说明书而且给的也不到位，它没有给你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安装说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刚刚说这个腰带也就这一面，看到吧？这里显示是给它拆下来，但也没具体说是怎么弄，对吧？就是下面就给你一排文字，都没有图文介绍，这个我们稍后再进行然后这个哎呀，这个图章我都更不理过了，也是很一般然后它也可以插在你的这个腰带上，随便你插左边还是右边，对不对？或者是我方式能插这里，这个坑反正能插一个灯时我给忘了，不是，分论书上也没有说的太详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电池电池在这儿，它又给到2个电池，我们把电池安装上去以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体的样子。好了，整体的这个腰带跟电池我们都已经安装上去了。刚刚有一点要更正一下它这个腰带呢，实际上这些卡扣是在这个螺丝这里的直接螺丝那里给它剥离就可以了，但是会比较紧而且可以提醒一下各位，这个腰带如果长时间捆绑在这里，到时候你拿下来的时候这里可能容易悲剧所以装个样子我觉得还行如果到时候就是很多玩家呢会比较买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想出手去置换别的东西，这个腰带长时间佩戴的话，如果刮到了这个胶衣到时候出手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还要看玩家自己如何去收藏的。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一点，咱们点亮机构，而且比较难它这个感应大家可以看到吸了半天，太难吸了这个位置。我刚刚也是因为它这一块是比较的这个太厚了，感应机构真的是太厚了。再试一下，然后头灯也是
哎哎哎哎，好了，记了好几次啊。可以看到它这个亮度还是非常可以的啊。然后点亮了以后，你就不会看到那个糊的地方了啊。然后眼睛这里也是，这个透明件涂装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只是不通透。腰带这里，哎，有这两个点亮结构以后啊，会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刚刚可以看到这边，它也是可以去外翻，刚刚没有直视到啊，然后可以去插上去。插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要对准你的口。我们可以看下这里，对准了以后再往里面插，一定要卡紧，卡紧了以后才行，不卡紧的话可能掉。这个设置也是啊，反正稍微装个样子吧，就这个样。然后按照手型来做一点其他的造型就可以了，或者你平时收纳在腰带的两侧啊，也是可以。像我一样这样插进去啊，然后做一个这个拉取的一个动作也是可以。整体效果，如果你是放在远景、放在手腕柜里面看啊，效果还算可以吧。但这个不能细瞧，而且呢，这个腰带也不能长时间的挂在。如果你无所谓这个东西到时候会不会掉皮什么的，那都无所谓的，是吧？整体的感觉我勉强给个6.5分吧，及格分往上啊，没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我当时看其他这个UP 主的一个开箱视频，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挺帅的，而且本来外面做1:6的咱们其实也确实比较少，然后拿到手上了以后还是感觉一般吧，价格毕竟也是4位数啊，4位数的价格也不便宜了，所以真的想入这一款产品的兄弟可以之后再观望一下啊，1200的价格，我觉得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高了，相对于我把玩以后的这个质感来说啊。OK，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的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 Zero Toys 出品的恶意骑士雅克，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